你好，我是嘉禾小区管道负责人程之，请立即帮我拆除这个小区的水管、电线、燃气管。这栋楼我不管了。30年前，爸妈出钱铺设电路、燃气管，救活了这个烂尾小区。他们去世后，我自掏腰包维护，换来的却是邻居们的排挤和欺负。既然如此，就让这栋楼重回垃圾面地、没水没电的好日子。这栋楼住的都是老人，腿脚不好，放点雨伞应急，他们出门方便多了。张爷爷，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您放轻松，我这就去拿医疗箱。张爷爷，您别怕，这是我准备用来急救的仪器，您一定会没事的。小智，张爷爷，您吓死我了！来，我扶您进屋歇着。来，等会儿给您倒杯热水。小智啊，你可真是个好孩子。这楼道里放这么多救命的玩意儿，我们这些老家伙离了你可真不行啊！张爷爷，咱们10多年邻居了，说这个干嘛？来，您进屋休息休息。陈之，楼道是公共空间，你堆积杂物像什么话？刘婶儿，不好意思，我刚才把这些设备拿出来是为了……少给我找借口！占用楼道就是占用楼道，真把这儿当你家客厅了？年纪轻轻，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刘婶儿，这些医疗设备好几千块一个，您别提，我马上拿走还不行吗？物业说了，举报楼道堆东西能领1筐鸡蛋。你给我站住！想跑没门儿！你堆了1楼道破烂，被我抓个正着还想溜，我这就跟物业举报你。这些不是杂物，是平时用来应对203的张爷爷突发心脏病的设备。何况我早就和物业报备过了，你举报也没用。哎呦，你这小姑娘还嘴硬！明明就是你的这堆垃圾挡了大家伙的路，既然物业不作为，那我就亲自没收，这算给你个教训。刘婶，你这是干什么？你没资格没收我的东西。张爷爷，你快出来帮我解释解释，这些东西是干啥用的？您最清楚。那个小芝啊，你自己在楼道堆东西，被刘婶抓着了，可不能拉我下水啊！什么？张爷爷，您这话什么意思？我就是个看热闹的，这事跟我没关系。程之，松手！我啥也不知道。走。爸妈，你们说这栋楼是咱程家的责任，让我好好守着，这就是我守了10年的结果吗？爸爸妈妈，家里好臭。这个家里臭是因为盖大楼的坏人跑了，咱们这儿马上就要变成烂尾楼了。爸爸，这是害怕。不怕不怕。小芝别担心，过几天爸爸妈妈就把这栋楼接过来，重新给这栋楼通水通电，这样大家就能继续住在这里了。在心里。爸妈，如果无私奉献的代价是被人误解和欺辱，那这栋楼我还有守护的必要吗？这破铜烂铁看着还挺新。干啥？
啥？还想打人啊？你那些破烂摆楼道里，那就是没人要的垃圾。我捡垃圾回家，关你屁事儿！破烂，刘婶儿，你抱着的那堆破烂，一个就值8000多，你今天敢拿走，我立马报警。报警？老婆子我都快80了，警察能拿我怎么办？小丫头片子，少在这吓唬人！你爸妈以前就仗着有几个臭钱，在街坊面前装清高摆架子，没想到生个闺女更没素质。我看你们程家祖坟就是出问题了，要不咋能又短命又没品？都来看看啊！201的程之在楼道堆破烂，还欺负老人，炫富，没素质！大家伙评评理！爸妈，当年你们心疼老邻居们住烂尾楼可怜，出钱出力通水通电，让大家住上亮亮堂堂的房子。到头来在他们眼里，你们就是假清高摆架子。你们怕邻居们知道真相，心里难受，特意跟人保持距离，所以不吭一声，结果就换来这种揣测，这种咒骂。行了，视频发业主群了，等着被挫几两五吧。小小年纪心术不正，真是有爹生没娘养。刘芳姐，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瞪什么瞪？我说错了。你爸妈死得早，你没人教，我替他们教教你，咋了？说起来，你爸妈还得感谢我呢。赶紧让开，我没空跟你磨叽。收走这堆破烂是为你好，有意见找物业去。救命的仪器在他眼里就是破烂。行，真心喂狗，我认了。这些东西我随你们处置，我不要了，就当我看清你们这些人的学费。爸妈，你们说这栋楼是程家的责任，让我好好守着。10年了，我尽力了。谁在群里艾特我？各位家人，这就是今天在楼道堆杂物的，我举报了，大家都来教育教育他。小姑娘家的，霸占楼道欺负老人，真不要脸！现在这些年轻小姑娘啊，真是不像话。上次不有点床垫，我上次碰到一个小姑娘，那裙子短的嘞，都快到大腿根了，也不嫌害臊。还有那个美甲，老老长长的，一看就不是正经人。我给你们的孩子准备共享雨伞，我给老人买 AED 救命，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一颗老鼠屎。刘婶儿，你干嘛呢？没看见啊？收破烂。这些是我给楼里孩子准备的共享雨伞，给老人救命的医疗箱，你凭什么拿走？我今天把楼道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你偷偷摸摸堆了多少东西？该被我举报了。不是，我不和你争论这些，我联系物业过来。程之，我装这个门就是为了监督你，省得你偷偷往楼道堆东西。你要再敢堆，我就把铁门修到你家门口。说得好，你不就是想霸占公共空间？你今天不拆，我立马报警。报啊！老太婆我79，要是有个好歹死在你家门口，你负责啊？你们都觉得他做得对？那个程之啊，刘婶也是为了大家好，有她盯着，你以后肯定就不敢乱堆东西了。就是嘛，程丫头，只要你以后别堆东西，刘婶就不找你麻烦了。说的跟谁求你在楼道放东西似的，没人求你好吗？原来这才是你们的真实想法。我一直用心照顾的邻居，原来是这么自私冷漠的一群人。既然如此，我还不如让这栋楼重新变回没水没电的烂尾楼，让楼里的这群人自生自灭。行，原来你们是这么想的，我明白了。爸妈，原来我一直用心照顾的邻居们都是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那我就再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程小姐，王经理，来的正好。刘芳琴举报我的事儿，你们物业处理的。是。王经理，我往楼道添的每一样东西都跟你们报备过吧？你们就这么由着刘芳琴在群里骂我、网暴我？程小姐，您既然被举报了，那些杂物就让刘婶处理呗。大事化小，细水长流。杂物？王经理，你去问问，这栋楼谁没用过急救箱里的药？谁家孩子没借过伞？刘芳琴为领鸡蛋胡乱举报，你们物业为了省事儿拧人，连公道都不要了。程小姐，您不知道，刘婶最近为了领免费鸡蛋，见谁举报谁，您摊上她只能自认倒霉。您要再闹，就是为难我们物业了。他刘芳琴胡乱举报，带头网暴就是执行正义，我稍微反抗就是对你们的为难，这就是你们物业的工作态度。程小姐，楼道本来就不能堆杂物，刘婶举报您合情合理，您就不能退一步忍一忍，不要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我无理取闹，行。老王，既然这样，刘芳琴举报什么我都认了。程小姐，明白人。她不就是为了贪小便宜吗？我不跟小人计较，我不光不计较，我还搬走，彻底离开这栋楼。什么？那个程小姐，物业为业主服务，谁都不能受委屈。不过您执意要搬，我也不好拦着。您啥时候搬？物业来帮忙？不用。不过有件事儿得提前告诉你。您说。从今天起，这栋楼里所有我买的东西，我都要带走。啊？医疗箱、公共雨伞都已经被刘芳琴拿走了，剩下的是我爸妈在世时自费买的灭火器、饮水机，还有我装的感应灯和楼道监控。程小姐，这些都是公共设施啊，您不能带走。公共设施？不，你错了，这都是我程家的私有财产。灭火器36个，感应灯18盏，公共饮水锥20台 ，AED 10盒，一共花费158万。158万，程小姐，这些东西整栋楼都在用啊，您全搬走，大家怎么办？物业不是支持刘芳琴举报我吗？现在我把她看不顺眼的杂物都搬走，物业该放鞭炮庆祝啊。王经理，我为这栋楼付出10年，金钱、时间、精力，最后只换来了那群白眼狼的举报。抱歉，我不是圣人，这窝囊气我不受了。程志，把整栋楼都得罪光了，没脸呆，要搬家了，都出来看啊！201的程志没脸呆，搬走了。要我说，这栋楼有我这老太婆替大家主持公道，是整栋楼的福气。有我在，不管是谁都得守规矩。是守这栋楼的规矩，还是守你刘芳琴一个人的规矩？为老不尊，欺善怕恶。刘芳琴的福气给你们了。你个丫头片子怎么说话的？反正我要搬走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了，有件事儿你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这儿在30年前差点变成烂尾楼，你不是爱举报吗？要是这栋楼没水没电没物业，垃圾堆满楼道，你还有心思为了领鸡蛋举报邻居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你好，我是嘉禾小区管道负责人程之，请立即帮我拆除这个小区的水管、电线、燃气管。这栋楼我不管了。好戏开始了。
怎么了？咱们楼道怎么突然黑了？老娘我刚在阳台洗头呢，啪的一下，楼道灯全灭了，这把水差点冲嘴里。谁这么缺德毁坏公物，真不要脸！爸，这不是张老头他儿子的声音吗？出啥事儿了？张老头，你刚才咋了？别说了，我和爸刚上楼，楼道灯就灭了，老头子差点摔跤。这到底怎么回事？物业呢？楼里出这么大事儿，小王怎么还不过来？这个小王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再这样下去，他还怎么好好服务我们？各位业主，我来了，怎么了？小王，你们物业咋办事的？楼里的灯都不带检修的吗？突然变得乌漆麻黑，想害死我们啊！不要啊！各位业主，你们这次是真的错怪我了啊！这都是程之干的。什么？刘婶儿，你不知道，程之临走前为了报复我们，让人把咱们这栋楼的公共设施都拆走了。什么？程之这丫头也太小心眼了，自己搬走就算了，居然拆走公共设施。就是公共设施拆走，咱们可怎么生活？可不是嘛！你们也知道我性子软，根本劝不住他呀。好他个程之，竟敢偷盗公共财物！小丫头片子，别以为搬走了就能无法无天，有我老太婆在，她休想占咱们便宜！幸好我聪明，把这事推到了程之身上。程小姐，您让我们拆卸的设备已经都装车了。好的，辛苦你们了。程小姐，我看您还预约了嘉禾小区的水电燃气管道拆卸，您考虑好了吗？管道一经拆卸，再想安装就得上百万安装费了。不值得的人和事就该及时止损。爸妈，对不起，我要辜负你们永远守护这栋楼的希望了。没错，我要拆卸所有管道。好的，程小姐，那请你明天过来签下授权书，授权书一签，我就立马挖管道。好。不要脸的死丫头，被我们赶走了，竟然还脸偷盗公共财物！我呸！我偷盗公共财物？没错，小王都和我们说了，程之，你干出这种没脸没皮的事儿，还有脸笑？小程啊，不是许姨说你，咱们做人可不能这么小心眼儿。就算刘婶因为你在楼道乱堆之物说了你几句，你也不能就此损害大家利益呀。小程，你就听许阿姨的话，赶紧把东西还回来吧，这样我们还能不和你计较。爸，你跟这个心肠歹毒的贱人废什么话？他刚才差点害我们从楼梯上摔下来，要我说就得报警，把他抓起来。我心肠歹毒？我以前真是瞎了眼，才会在这群白眼狼身上付出真心。王经理，是你和他们说楼里的公共设施是我偷走的吧？程小姐，我知道您心里有气，但您千不该万不该，也不该朝楼里的老人撒气，偷走公共设施。您一走，咱们楼道连盏灯都没有，大家伙看不清路，这要是出了好歹，您就是杀人凶手啊！行，既然你们非说这些是公共设施，那我这就让你们看看，你们口中所谓的公共设施，究竟都是谁买的？看什么看？我看你就是想拖延时间。程之，今天你要不把偷走的公共设施还回来，我们就报警。对，报警？刘婶，大家认识10几年了，没必要闹得报警这么大吧？小王，这就是你不懂了。像程之这种人，不见棺材不落泪。没错，我也觉得该报警。他偷公共财物就该让他还回来，还得赔大家精神损失费。我支持报警！之前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人活久了就会变得没脸没皮？东西是我的，我一样都不会还。至于赔偿，你们休想！行，你等着，我这就报警，让警察来收拾你。好啊，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究竟替谁主持公道。程小姐，你能不能别犟了？他们都是老人，你是小辈儿，道个歉得了。一旦报警，整栋楼都被看笑话，有必要吗？王经理，你究竟是怕被人看笑话，还是怕真相揭开，你这个无能的物业被众人攻击？
程小姐，你能不能别犟了？他们都是老人，你是小辈儿，道个歉得了。一旦报警，整栋楼都被看笑话，有必要吗？王经理，你究竟是怕被人看笑话，还是怕真相揭开，你这个无能的物业被众人攻击？程小姐，你胡说什么？我们物业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你不能因为自己得罪业主，就想把物业也拖下水啊！刘婶儿，要我说，咱们也不需要和程之废话，直接把他赶走，省得他站在这儿惹您生气。怎么能直接赶走？他带走的东西还没还回来，而且我们受伤的受伤，受惊吓的受惊吓，程之必须要赔钱。小许说的对，还是得报警。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就得让法律教他做人。警察局嘛，我们这儿有人偷盗公共财物，你们赶紧过来一趟。程之，你现在嘴硬不肯赔钱还东西，等警察来了再想我们放过你，可就没这么简单了。一群蠢货，王经理随便说几句假话你们就信了，真希望你们一会儿还笑得出来。假话！小王，我你骗我们什么了？怎么回事？谁报的警？那什么，我死丫头，有警察同志给大家伙撑腰，你死定了！警察同志，你快来管管！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道德、没素质，要把我这可怜的老太婆欺负死喽！奶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您说。没错，有我们在，谁也别想欺负老人。警察同志，就是他，自己搬走就算了，还偷楼盗公共财产，害老人。什么？奶奶，您放心，只要有不公，我们人民警察一定第一时间替大家主持公道。这位女士，老人家的诉求你也听到了，赶紧照做，把东西还回来，道歉赔偿，要不然你就得和我们警局走一趟了。程之，警察同志的话你都听到了吧？还不赶紧照做？你要敢说半个不字儿，就等着去吃牢饭吧。小程，许姨要求不过分，这样，你给我3万块私了，许姨自己去医院检查，不麻烦你。我为什么要给一群狼心狗肺的人道歉？把钱给他们，我不如拿去喂狗。你个死丫头，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当着警察同志的面骂我们！奶奶，您先别急，这事儿我会处理的，你不能随便动手。这位女士，我劝你态度放端正一点，蔑视法律的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警察同志，我没有蔑视法律，您看了这单子就知道事实真相了。这个程之神神秘秘的，想背着我们搞什么鬼？对呀，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们的赔偿不会要不到吧？算了，各位放心，警察同志今天肯定会帮大家伙主持公道的。程之今天交不出东西，休想走！警察同志，您打算怎么处置程之？把他抓起来，还是关10来年，或者直接送去枪毙？不过您可得先替我们把赔偿要到，才能把他带走啊！警察同志，程之父母死得早，我勉强算是他长辈。算了，看在我的面子上，枪毙就不用了，把偷走的东西还了，欠咱们的赔偿给了，这事儿咱们就不计较了。哼，对，我们也不是非要程之死，主要得给钱，这才是要紧事儿。死丫头，你要再敢嚣张，我们就不替你求情了，你就等着受罚吧。你们这群老人，仗着年纪大竟然敢报假警，依据治安法，报假警是要进派出所的。什么？我们报假警？警察同志，您这话什么意思？程女士的账单上记录的清清楚楚，你们口口声声说程之小姐搬走了楼道公共物品，可我只看到了程小姐对小区的付出。什么？我之前以为程之只在楼道放了医疗箱、共享雨伞那些没用的。是啊，真没想到监控灯、消防设备这些东西居然都是他买的。那咱们交那么多物业费，物业干什么吃的？不对，大家可别被带偏，程之买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给大家用的，那不就是公有财产吗？怎么就属于他了？
就是警察同志，大家都是邻居，你帮我，我帮你，哪里会分得那么清楚？程之年纪小，帮着点楼里老人本来就是应该的，那是他的职责。没错，就算楼里的东西是他买的，他都放那儿给大家用了，怎么能说拿走就拿走？那不得经过我们同意吗？一群白眼狼，我和你们无话可说。程小姐，你别仗着买了点东西就在这里胡搅蛮缠，要不是你一直闹事儿，至于出动警察同志吗？够了，全都给我闭嘴！事情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你们这群人想霸占程小姐私有财产，才报假警。我警告你们，不准再纠缠程小姐。再有下次，不管你们多大年纪，都和我去派出所喝茶。警察同志，别！我年纪大了，进派出所会死人的。你要敢抓我，我就躺在你们办公室大门口。你简直无赖！还有你，害人精！我看你就是存心不想让大家好过，不要脸！我让你不好过，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坐实这个罪名，让你们都不好过。报警！我要正式追究他们报假警、诽谤和企图侵占私有财产的责任。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说完该轮到我了。警察同志，我要报警。刘芳琴偷盗我的私有物品，涉案金额上万，按照法律，他已经可以坐牢了。你说什么？你胡说！刘婶儿，我不是你拿着没证据的话就敢报警。警察同志，您请看。我就不信了，你能拿出什么证据？这都是误会。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被监控拍下了，刘婶儿，你还有什么脸说是误会？刘婶儿，这些事情我本来不想和你计较，可你一直缠着我不放。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对你留情。程之，你想干什么？老头子，你睁开眼看一看啊！我要被人害死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得了，无凭无据，竟然联合警察同志一起欺负我这个老婆子，没天理啊！我要举报，我要上访！你们是不是想靠着视频就想诬陷我这个老太婆？刘婶，你先起来。不，你和程之都是一伙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欺负老人真没良心啊！你先起来。刘婶儿，少在这胡搅蛮缠了。这是我购买 AED 的账单，就凭它已经足够让法院判定你侵占他人财物，让你牢底坐穿。什么？晕了！警察同志，我帮你把他铐起来，抬上警车。干什么？欺负老人啊！你们都给我滚远点！闹什么闹什么？再闹，全都给我回去！警察同志，这事儿和我可没关系啊！我从头到尾都是看不惯刘婶欺负小程的，一个小姑娘都被逼得搬出小区了，您可得帮小程讨这个公道。警察同志，我不闹了，您别铐我。刘婶儿，你赶紧把程小姐的设备还回来，要敢拖延，我就带你回所里去。哎，我马上还，马上还。喏，你的这堆破烂拿回去。切，丫头片子，就是没见过世面，为了个破烂闹得不可开交。刘婶儿，我警告你，不准倚老卖老，要被我发现还有下次，我不光会处罚你，还会教育你的孩子。程女士，东西您收好，要是你的邻居们还敢责难您，请您随时报警。好的，谢谢警察同志了。不用客气，守护百姓是我们职责。有什么了不起？死丫头，踩走一堆不值钱的破烂有什么好得意的？哼，还是我老太婆有本事把你赶出了小区，让你无家可归。真没想到，你当着警察同志的面，竟不给我们这些老人半点面子，真是太没教养了。心眼这么小，幸好搬走了。楼里要住了你这种人，还能有什么安生日子？我无家可归，我倒真想看看，明天过后，你们守着这栋烂尾楼，还能过什么好日子？你少在这里吓唬人了！你自己被大家伙赶出去，没地方去了，就羡慕我们能住在这么优美宜居的小区。愚昧恶毒，自寻死路。程之，你给我住嘴！你要再用这种态度和我们说话，我就替你爸妈好好教训教训你。我父母把你们当做长辈敬重，你们却肆意践踏他们的善心，你们没有资格替我父母。呸！不过是花了几个臭钱，有什么好得意？这些垃圾我们自己也能买，要
你施舍。没错，我老头子这点钱还是出得起的。你们要买东西，和我可没关系啊！花钱的事儿我不干。许宏之，你跑啥？你给我站住！一群因利而聚、因利而散的小人，明天一过，你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家人们，总算把这个害人精赶走了。从今以后，咱们楼道就能干干净净，再也没有垃圾了。橙汁姐，我这几天出差回来就听说你出事了。别着急，我没事。你都要搬走了，还说没事儿？搬走了也好，省得住在这里继续和刘婶纠缠。我过自己的清静日子去。王经理真是的，明明知道你一直在为小区做贡献，怎么能袖手旁观，任由刘婶他们欺负你？橙汁姐，他们肯定是因为不知道小区的水电燃气管道是程家提供的，才这样无理取闹。无论他们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预约了明天的施工队来拆卸管道。什么？橙汁姐，你要把小区的管道全都拆走？没错，我会把我自费修建的小区管道全部拆走。橙汁姐，你把管道拆走，咱们小区可就成了没水没电没燃气的烂尾楼了，大伙儿怎么过日子啊？不过刘婶他们这样欺负你，是该好好给他们一个教训。橙汁姐，我支持你，明天咱们把小区的管道全都拆走，这就是他们的报应。小姑娘，你是刚搬过来的吗？以前没见过你。对，我刚从嘉禾小区搬过来。哟，嘉禾小区，我有老朋友住那边，听说那边小区福利可好了，楼道里有免费的雨伞、医疗箱，甚至还有急救的 AED。那小区的人真有福气，咱们这新小区可没这些。橙汁，你从嘉禾小区搬走，跑这儿来住了？小姑娘，要是你的新邻居知道你在嘉禾小区干的那些恶心事儿，还会不会让你住在这里？这是咋了？你们不知道，这个小姑娘之前住在我们嘉禾小区，在楼道里堆积自己买的东西，被我举报了，没脸继续住，这才搬出来的。刘婶儿，你是不是把警察说过的话忘了？你要再纠缠我，我就让你儿子去派出所接受教育。刘芳琴，你别以为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就能胡咧咧。你干的那些事儿，我可是一清二楚。各位，这个刘婶在嘉禾小区出了名的不讲道理。她为了领物业的免费鸡蛋，就恶意举报人家橙汁在楼道堆积杂物。但是那些杂物明明是橙汁替楼里老人准备的免费雨伞、免费医疗箱。这大妈太本来是这么回事。什么？嘉禾小区的那些好东西是你准备的？咱们小区能住进来你这么热心肠的姑娘，可真是太好了。你们什么？你们刘婶儿，我警告你，你在嘉禾小区无理取闹就算了，可别来我们清风小区撒野。你要敢多说半句屁话，我就把你打得下不了床。死老太婆，还不快滚！难不成想尝尝我老头子的拳头？死丫头，别以为找到靠山了就能得意。死老太婆，还不快滚！快滚！姑娘，你别怕，有我在，刘婶别想往你身上泼脏水。对，我是退伍军人，我儿子是律师。小姑娘，但凡你受了半点委屈，我家都能保护你。李大爷、王阿姨，你们真好。这有啥？街坊邻居的就该守望相助。喂，程小姐，我们施工队已经到了，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挖管道？就现在。刘老太回来了。突然想起我孙子中午要喝排骨汤，我先走了。我也是，我孙子想吃炖鸡腿儿。哎，红英、宝芬，等等我。刘婶儿，您瞧瞧我这眼力样儿，还没你一个老太太好使。那是，我可是咱楼道的火眼金睛。你们看，自从我举报橙汁，咱楼道是不是干净不少？是，有我在，大家伙就放心过安生日子吧。程小姐，只要您在授权书上签字，我立马吩咐人开挖。爸妈，对不起，女儿不孝，今日就要亲手挖断你们的心血。开挖！
怎么回事？电梯怎么突然不动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停了，老太太，电梯是停了，但咱被困在电梯里出不去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了？不好了，电梯突然停运了，业主都被关在电梯里了。什么？电梯坏了？岂有此理！物业怎么回事？电梯坏了，这种大事都不和大家说，只想害死我们不成？爸，你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楼道有救命的机器，快去拿！好，爸，我这就去拿，你再坚持一下。老张，别怕，小兵去拿能救命的机器了，马上就回来。对，有那玩意儿在，你肯定会没事的。爸，楼道里空荡荡的，啥也没有啊！怎么会没有？我明明记得老张上次心脏病发作就是被那个什么 AED 救回来的。你忘了吗？程志那丫头搬出去的时候，把东西都带走了。救命啊！老王，你们物业怎么干事的？燃气没了不会提前通知，老娘豆角都没起熟，吃中毒了怎么办？水呢？哪个龟儿子劈我家的水？老子泡沫都没冲干净，被我知道是谁，老子扒了他的衣服丢去小区池塘喂鱼。王经理，你快过来！我爸突发心脏病，你赶快安排人送他去医院。小王，我家没燃气了，你赶紧过来处理。搞物业不干人事儿，害老子洗到一半没水，那就让你好好尝一尝老子的洗脚水吧！小王，这事儿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什么小王？我看他就是个王八蛋！停！各位大哥大姐们，人命关天，我先去把电梯里的业主救出来，你们的事儿晚点再说。救命！谢天谢地，老天保佑！小王，物业到底怎么干事的？竟然会让电梯停运，我们大家伙差点被物业害死。就是，小王，这事物业要不给个交代，我们就联名举报，把你们赶出嘉禾小区。各位别急，我这就联系领导，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我的手机！问什么问？说到底就是你们物业无能，一群吃干饭的废物，我们白交那么多物业费了。刘老太，小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你们赶走程小姐造成的。恶有恶报，你们这群自私自利的小人，就等着和这个烂尾楼一起自生自灭吧！好啊，你们这帮垃圾物业，自己没本事，还怪到我们头上！都给我安静！喂，领导，什么？我们小区的水电燃气管道全被人挖走了？谁这么大胆，敢偷管道？公家的东西，偷挖那可是要坐牢的！谁呀，这么缺德？我看他真是活腻歪了，搁这找死！各位业主，我领导说，咱们小区的水电燃气管道都是私有财产，管道主人挖断管道是完全合法的。什么？咱们小区的管道都是私人的？娘嘞，谁这么无私，竟然承包了一个小区的水电燃气管道？是我。竹枝姐，怎么样？事情都办好了吗？太好了，
要我说，就该让这些人早点遭报应。哎呦呦，你个小姑娘怎么回事儿？和外人一起看我们笑话是吧？小区的事儿都没解决，你和他们废话什么？看什么看？还不快滚！这里没你看热闹的份儿。现在的小姑娘真是不像话，一点也不像我们年轻时候懂事听话识大体。老王，到底是谁挖了小区管道？你问清楚了没有？问到了，我领导给了那人的手机号码，让咱们自己商量怎么处理管道。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打电话呀！哦，好。王经理，不用打电话了，我就在这儿。程小姐，您是管道主人？什么？你？程小姐，您的意思是小区管道都是您的？30年前，咱们这栋楼因为管道检修没过关，差点就成了一栋没水没电没燃气的烂尾楼。是程芝姐的父母主动出钱铺设新管道，大家才能继续在这里生活。什么？程伯父、程伯母为了不影响邻里关系，将这件事瞒了下来，甚至还顶付程芝姐继续照顾老邻居。这些年，程芝姐出钱出力置办免费物资，维护设施，让大家过得舒服自在。你们呢？是怎么对待程芝姐的？刘婶为了占小便宜，恶意举报程芝姐。你们不想惹事儿，就自私冷漠的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程芝姐被欺负、被赶走。你们这些人，活该落得今天这个下场。程小姐，你说说，一点小事值得闹成这样吗？哎呀，这都是误会。对，误会都是误会。小程，你气量大，可别和大家计较啊。小程，你要怪就怪刘老太，都是她一天天多管闲事儿，瞎举报，跟我们没关系。刘婶当初我就说了，让你别倚老卖老欺负小姑娘，你不听。现在好了，你一个人得罪程芝，把整栋楼都连累了。就是。放你娘的屁！老娘举报程芝的时候，你们一个个可没憋什么好屁，现在有脸怪我？老娘不撕烂你的嘴！刘凤琴，你个死老太婆！天他妈先出我们自报设计，怪你这个就怪你，老娘还要看日子！我死老太婆，你还是个死要饭的！咱们这栋楼谁家的便宜你没占过？你这会儿巴结程芝，不就是指望他回来修管道，你好继续用水用电？别打了，你们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再打我就报警了。老太婆，我在这栋楼住了一辈子就没怕过谁，我看你们谁敢惹我！我呸！死老太婆，我告诉你，咱们这栋楼要没水没电没燃气，我就天天去家若菩萨，不得安宁。来就来，我怕你！一群小畜生，喂点吃的就狗叫，墙头草。要不你去求求小程，把管道恢复了给咱们用？我不要，你去，你平时嘴甜，我厨房还烧着油呢。小程啊，年轻人就该吃苦耐劳，无私奉献，气量这么小可没出息。没错，张叔说的对。你带走楼道里的急救设备，挖走管道，张爷爷都被你害得去社区医院急救了，还有大家伙都被你害成什么样子了？我害的。不是你是谁？不过张爷爷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这样，你和刘婶的矛盾我来调解，你就继续搬回来住吧。对，程小姐，您放心，从今以后刘婶的举报我们物业绝对不会受理的，您就安安心心住在这儿吧。对了，小程，你搬回来的顺便把管道修好，楼里被你搞得没水没电没燃气，大家怎么过日子？小程，你看大家伙还是向着你的，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赶紧搬回来吧。你这一走，许姨真是怪想你的呢。是想我，还是想水电燃气以及那些免费的公共设施？小程，你别怕，等你住回来了，我们肯定护着你。刘婶那个老不死的敢欺负你，我们第一个冲上去和他干架。这群人在我受欺负的时候冷眼旁观，现在刀子捅到自己身上，日子过不下去了，他们才知道痛。不好意思，迟来的善意我不需要。从我搬家的那天开始，这里就和我没关系了。你们自生自灭吧。完了，一切都完了，咱们这楼彻底废了。你们自生自灭吧。张叔，你看看你，
小程平时对你多好，他受了委屈你一声不吭，真是不像话。放屁！是你贪心，做事太过分，他才不肯回来。都怪你，你怎么不早说？你个老太婆，你个老不死的，你个小王八蛋，你个老东西！都别打了！红英，你这是咋了？老娘我一天在楼道里摔3次，这日子没法过了啊！我要吃肉，我要吃肉。小区却没水、没燃电、没燃气，这哪是人过的日子？今天物业要不给一个解决办法，咱们就堵在这儿，不走了。没错，垃圾物业不干人事儿，垃圾天良不得好死。主，别着急，别着急，我知道这几天大家伙不好过，但管道被挖，这是物业也解决不了啊，我们没办法做主。我看你们物业就是不干人事儿，拿着物业费不办事儿。各位，甜甜已经答应我了，今天会去劝说程之搬回来，帮大家解决水电燃气的问题。你们找他。什么？我什么时候答应了？甜甜和程之关系好，有他出面劝和，这事儿肯定能解决，我们有救了。我没有，你是物业，替业主服务天经地义。快，你赶紧带我们去见程之。我话放这儿了，今天这事儿要解决不了，看我不折腾死你们物业！这些人贼心不死，一直纠缠不休。程之杰可千万不能心软，重新搬回家和小区受罪啊！程之来了，奶奶，你还有脸回来？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回来？给我们恢复水电燃气！你们听不懂人话，我说了，我不会再回家和小区。你不回来，小区水电燃气咋整？不行，你必须回来，这是你的责任。宝芬，你看你说话就说话，急什么？小程，你芬姨不是故意和你红脸的，她是知道自己以前做错了，急着和你道歉呢。是吗？我看你们不是知道错了，而是知道怕了，怕没水没电没燃气，过不了好日子。什么错了怕了的？许姨没文化，听不懂。红英，我看这丫头是铁了心想看我们笑话，不把我们这些长辈放眼里了。随便你怎么说，反正家和小区的事儿你们别再来找我。叔，麻烦你盯着这些人，他们不是我们小区的住户，别放他们进来，打扰小区秩序。好嘞，程小姐您放心，有我在，保管他们半步都进不来。多谢。幸好程之姐没被这些人的纠缠的心软，没有妥协。你个没本事的小贱人，别想跑！来干什么？你们太过分了，明明是你们自己做错事，凭什么怪我？楼里一天没有恢复水电燃气，你就一天别想过好日子，这事儿没完！别哭了，你回去通知大家，就说我愿意恢复小区水电燃气。程之姐，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帮他们？刘婶，为了占小便宜，恶意举报程之姐，你们不想惹事儿，就自私冷漠的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程之姐被欺负、被赶走。不行，程之姐，你好不容易才和这些恶灵撇清关系，要是再回来，以后只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谁说我要搬回去了？但这一次，我只会替他们联系工人上门安装我拆走的管道。至于安装管道的费用，
他们自己负责。好，橙汁姐，你就该让他们狠狠付出代价。你们真说动橙汁替咱们安装管道了？那当然，我可不像某人得罪了小程，人家小程还是很明事理的，一见我去找他，立马同意替大家维修管道。得意什么？我可不信那死丫头会好心替大家修管道。红英，还是你强。我是答应替大家安装管道，但我有3个条件。小程，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帮大家忙，怎么还能谈条件呢？这多伤感情啊！王经理，看来有些消息你没有及时和大家沟通啊。各位业主，大家听小程说完。大家也知道，咱们这是老小区，市面上已经买不到适配咱们小区的管道了。要想重新通水电燃气，只能让小程把挖走的管道再安装回来。那你说，你有啥条件？3个条件：一，大家联名举报，换掉王经理这个不称职的物业经理，让甜甜担任物业经理一职。2，刘婶恶意举报邻里，我认为，像刘婶这样的害群之马，不该继续住在嘉禾小区。3，此次铺设管道总计花费需要100万，这笔钱你们自己出。什么？要100万？小程，你这3个要求，前面2个都好说，但第3个100万，我们哪凑得出这么多钱啊？3个要求，一个也不能少。你们要做不到，就别来找我。等等，楼里的这些人，一个2个全都自私冷漠。现在小区的未来摆在他们眼前，我真想知道他们会怎么选。小程，你这一下提3个要求太多了，你给我们3天考虑时间，行不？好啊，我倒要看看3天后你们会给出什么答案。刘婶儿，当初我感受的痛苦，现在轮到你了。你们想干什么？橙汁那死丫头一看就不是诚心替大家铺设管道，你们千万别被她骗了。橙汁能骗我们啥？倒是你恶意举报橙汁，害得她把管道挖走了，现在还有脸怪这怪那。对，刘婶儿，老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你就赶紧搬吧，说不定橙汁见你一走，我们连管道费都不用出。家人们，我们赶紧帮刘婶搬家。你给我闭嘴！我警告你们，要敢来我家撒泼，别怪我这个老太婆吊死在你们家门口。老太婆，我就算是做鬼，也要在这栋楼搬家。你们想赶我走，做梦！一群狗娘养大的没心孩，这就忘记我替大家举报橙汁的好事了。哼，我儿子可是大公司的经理，他肯定能把小区的麻烦事通通解决。到时候我看你们这群白眼狼怎么巴结我。谁家死了妈没埋啊？垃圾丢别人家门口，被我知道是谁放的，我弄死你！妈，咱家门口怎么回事？一堆垃圾，臭死了！别提了，咱们楼就是一群白眼狼。大山，你要再不回来，你老娘就要被人欺负死了！妈，发生什么事了？大山，你在的那个地产公司不是可大了，你可得替我想个办法，让我在大家伙面前狠狠出口恶气。你说这栋楼现在没水、没电、没燃气？是啊，大山，你咋笑得这么激动？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啊！妈，你不知道，我们海丰集团正在计划嘉禾小区的拆迁工作，现在小区停了水电燃气，我这个时候代表集团和业主谈判，帮大家住进新小区，岂不是既能帮你在街坊邻居挣了面子，又能拿到公司奖金？
简直就是一举两得。这可真是大好事儿！快，你快去和你领导谈，妈等你的好消息。好嘞。大山，你真有本事说服嘉禾小区的业主同意拆迁？当然，董事长，没把握的事儿，我怎么可能来打扰您呢？大山啊，既然你这么肯定，这次的拆迁案我就交给你了。看在你跟了我10几年的份上，集团愿意给你最大的支持。你去告诉嘉禾小区的业主，只要他们同意拆迁，我除了能给每家300万拆迁费，还能额外给大家提供价值1000万的大平层。董事长，您说的都是真的？当然，但是你得确保嘉禾区的所有业主都要在我们的授权书上签字。好，董事长，事情交给我，您就放心吧。哥，我办事儿你放心，老规矩，用皮包公司和家小区业主签字，等房子一过户就安排法人出国。只要业主签了阴阳合同，他们就休想从咱们手上拿到1毛钱。好，有卢大山那个蠢货替咱们协调，就算闹大了，也能把事儿都推到他头上。某些人啊，都成咱们小区的罪人了，还赖在这儿不肯走。呸！真不要脸！姓许的，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我告诉你们，我儿子可是海丰集团的高管，他已经替咱们解决好了没水、没电、没燃气的事儿了。你们要再敢指桑骂槐，可别怪我不带着你们过好日子。解决好了，可我刚才还去看了，水龙头一滴水都没有。这个破小区，谁稀罕住啊？你们还不知道吧？大山都和海丰集团谈好了，只要咱们小区同意拆迁，海丰一集团就会给300万的赔偿，外加1000万豪宅。真的假的？咱们这个破小区值这么多钱呢？我儿子亲自和海丰集团董事长谈下来的，千真万确。反正我今天就要让大山给我送合同，签完字，我可就等着去享受大房子喽。哎呀，刘婶儿，有这种好事您可不能藏着掖着呀！快和我说说那个什么授权书怎么签的？刘婶儿，您可是我们的主心骨，大事小事咱们哪回没听你的？这次小区拆迁，您可不能撇下大家伙啊！太好了，刘婶儿，您可真是我们的大功臣，不像程之说什么帮我们铺设管道要100万手续费，难不成是金子的管道要这么多钱？他说不定就是想骗大家的养老费。没错，肯定就是这样。程之那个死丫头一看就没什么好心眼儿，之前我们真是瞎了眼，竟然会信他的鬼话。你们在说什么？程之姐好心替你们铺设管道，你们就这样诋毁她？他要真的好心，就不会要100万手续费。宝芬哪里说错了？他就是想骗钱。程之姐才不是这种人，你们不准抹黑她。行了，这里没你的事了。我们现在可不用求着程之铺设管道，从今以后我也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赶紧滚吧。你们不用程之姐铺设管道了。某人还不知道吧？只要大家和海丰集团签了拆迁合同，就能住上豪华大平层。哎，只怕有些人这辈子都没见过豪华大平层吧？没错，这个破小区谁爱住谁住。刘婶的儿子在海丰集团当大领导，他早就替大家准备好了新去处。海丰集团，没记错的话，这个公司专门用阴阳合同坑骗住满老人的老小区，他们这是盯上了嘉禾小区。程之，现在知道得罪我的代价了吧？我话就放这儿了。今天我儿子能带所有人去和海丰集团签字，唯独你没门儿。到时候大家都住上了优美宜居的豪华大平层，而你却只能守着一个没水、没电、没燃气的破屋子等死。一群蠢货竟然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也不怕被人骗得无家可归。程之说的不会是真的吧？难不成刘婶真的被骗了？程之，你自己住不上大房子，就在这里胡言乱语。大山第一个和海征集团去签约，难不成他连自己老子娘都会骗吗？你自己听听这话可不可笑？
有道理，大山做事还是很靠谱的。各位，你们听我的就对了，程之就是个黑心的丫头片子。从今以后，咱们就见他一次，赶他一次，让他再也不敢来我们面前嚣张。亏得程之姐还想要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这些白眼狼根本配不上程之姐的原谅。哭什么？为一群白眼狼掉眼泪不值得。装模作样，其实见大家能去住好房子，你心里头早就嫉妒的不行了吧？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们这些人日后无论是家破人亡还是妻离子散，我都不会觉得惋惜，因为这都是你应得的。程之，你少再说屁话，你赶紧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死丫头，要再敢来我面前讨嫌，我就不客气了。放心，这里我再也不会来了。希望我们永远都别见面了。喂，你好，我是海丰集团的员工，想和您谈一下家。不好意思，无论您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贵公司的拆迁方案，请不要再联系我了。一群骗子，再敢骚扰我，就别怪我动用法律武器对付你们。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嘉禾小区其他人都谈下来了，唯独有个业主叫做程之，死活不同意咱们的拆迁方案。我施工队都找好了，现在你给我小区拆不了，工程停一天我就得付1天工钱，这个钱你来付啊？您别急，我已经想到办法了。我这让大山回嘉禾小区，有他们家煽风点火，业主肯定会去找程之麻烦。这倒是个好主意，让这群人狗咬狗，等程之被逼得签了字，我们就能坐收渔翁之利，将嘉禾小区收入囊中。大哥机智。人呢？怎么还不出来？事关小区拆迁，程之1天不签字，我就1天不回家。我就不信了，他还能一辈子不出小区大门？不行，还是得进去。干等了能成什么事儿？干什么？闲杂人等不准进小区！哎呦，大家快来看啊！打老人了！干嘛呢？哎呦，给我站住！哎呦，哼，想拦我，也不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怪不得老人风评差，都是这些变老的坏人惹出来的祸事。我呸！真给老人抹黑。李律师，真不好意思，大周末的还要麻烦你给我送资料。这有什么？咱们就住对门，送个资料又不是什么难事儿。再说了，你咨询的这个案子我也很感兴趣，我家还有关于这个案子的资料，你等着我去给你找找。好，那真是太感谢了，回头我请你吃饭。程之，你给我站住！你们来干什么？程之，我问你，海丰集团的拆迁协议书大家都签了，为什么就你不肯签字？还能为什么？我看他就是存心的，故意想把拆迁的事搞黄。什么？你真是这样想的？程之，我警告你，你要还有良心，就赶紧给我签字！你们这群人把我逼得从家和小区搬出来不够，现在还要跑到我新家闹事，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王法？我半条腿都快进棺材了，我就是王法！一群无赖！我问你们，走不走？不走我报警了！你少在这里吓唬人！程之，你爸在我跟前都得讲规矩，更何况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哎，要么签字，要么我坐在这儿不走，你自己选。小陈，你这个家多少一平啊？装修看着真不错，这桌子还是红木的嘞，怕是要不少钱。小程，你这就不地道了，自己住着这么干净明亮的屋子，就不管老邻居们的死活了。你看看嘉禾小区，现在没水没电没燃气，你要不肯签字拆迁，我们可就真的要被你逼死了。程之，我话放这儿了，你要不签字，我们就不回去。你们这群无赖，从我家滚出去！想让我们走，可以，你赶紧把拆迁合同签了。从今往后，别挡着我们过好日子，我自然没这个闲工夫来找你。对，程之，你可不能因为和刘婶置气，就连累的大家伙都住不上大平层。小姑娘家的，不能这么缺德。你们到现在都觉得我不肯签字是因为和刘婶置气？我为什么不肯签字？你们自己看。
这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看。橙汁，你少用这些有的没的吓唬我，我老太婆不怕。爷们们，大家快来啊！住在这儿的小姑娘橙汁，丧尽天良，欺负老人，你们可得离这种没道德、没素质的年轻人远一点。橙汁啊，橙汁，你还真是愚蠢，竟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这些人心软。今时今日，你竟然还想要给他们一条活路。既然你们一心找死，那我就让你们如愿以偿。在干什么？橙汁不肯在拆迁合同上签字，耽搁了大家伙住豪宅、开豪车，这是在替整个小区教训他，关你什么事儿？这群愚昧无知的老人！海丰集团这10年来屡次用阴阳合同哄骗老人无偿拆迁老小区，橙汁不肯在拆迁合同上签字，是为了保护你们啊！你说什么？你个小王八蛋，胡说什么？滚！这里没你的事儿。我是律师，正在调查海丰集团阴阳合同的事儿。你们要是不听我和橙汁的，肯定会被骗得无家可归。橙汁，你羡慕大家伙能过好日子就直说，你以为随便在这里编个故事我们就会相信？海丰集团用阴阳合同骗人的消息都上过新闻，你们有功夫骂我，不如上网去搜一搜真相。怎么，你们真的信了橙汁这个死丫头的鬼话？说自己是律师呢，万一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呢？他说是律师，你们就信了？行，你们要信了橙汁的鬼话，我这就回去和大山说，让海丰集团别买你们的破屋子了，你们就守着家和小区没水没电没燃气的老房子等死吧。刘婶儿，你别急呀，我们又没说不信您，说好的给咱们换大平衡，怎么能不给呢？哼，现在知道怕了。我刚才不是被橙汁这死丫头骗住了吗？这个死丫头不肯签合同，我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没办法。小程，我再问你一次，你究竟有没有把大家伙当作长辈？你要还认我们这些老邻居，就赶紧给我在拆迁合同上填字。谁家长辈会把小辈逼出住了几10年的小区？你们这些人不配当我的长辈。好啊，橙汁，我这就好好教训教训你。橙汁，小心！李毅，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你别担心，不就被拐杖打了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的年轻人一点也不像我们那时候吃苦耐劳了。你们赶紧从我家滚出去！橙汁，我们这些老家伙来你家做客，你就是这样招待大家的？你爸妈是怎么教你规矩的？你们没有资格提我爸妈。要是再不走，我就报警了。你报啊，正好我还要找警察同志评评理。你阻碍大家伙拆迁，该判什么罪？你要想过清静日子，就赶紧给我把字签了，要不然老太婆我天天过来做客。哼，死丫头，你不让大家过好日子，那就谁都别好过。老大，就是这个老太太擅闯小区，还打扰住客。我来看我侄女。保安大哥，我和这群人没关系，你们赶紧把他们赶出去。好，程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被这个老太太拖住了，才让他们混了进来。你放心，从今以后我肯定看好小区大门，绝对不让他们踏进小区半步。老太太，赶紧走吧！你要敢乱动，我可不敢保证我的电棍会不会伤到你。别，我这就走，你松开。两位大哥，别动手。你摊上这些不讲道理的邻居，真是委屈你了。你还笑我呢？你后背伤得重不重啊？赶紧，我先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伤势。刘婶儿，事情办得咋样？橙汁愿意签字了吗？我看橙汁那个死丫头就是铁了心不让大家伙好过，说什么海丰集团是在搞阴阳合同，为的就是骗大家伙房子。好他个橙汁，搬走了还不安生，见大家马上就要吃香的喝辣的了，就在这里作妖。就是小兵，你是年轻人，你可得替大家伙想想主意，得让橙汁赶紧签字才行。一个小丫头片子，
有的是办法让他低头。别提了，橙汁那个小区的保安凶的嘞，恨不得拿电棍把我们打出来，根本不让我们进小区大门。进不了小区怕什么？难不成我们不进去，橙汁就不出来了？大家伙放心，我肯定有办法让橙汁在拆迁合同上签字。不愧是我儿子，小兵，咱们小区的未来可就靠你了。对，小兵，这事儿你要办成了，你可就是咱们小区的大功臣啊！李毅，以后再碰上这种事儿，你千万不要冲上来。这次还好没有伤到骨头，休息几天就能痊愈。我就是怕你受伤，一下就冲上去了。可你要是因为我受伤，我心里也不好过啊。没事儿，我身强体壮，就算受伤了也没什么大事儿。倒是你细胳膊细腿，可不能伤着。不如这样，这个月就让我送你上下班吧，这样就算你的邻居们纠缠你，我也能陪在你身边保护你。橙汁，听说你为了不让大家伙好过，故意不在拆迁合同上签字，那我就给你送些花，替大家伙赔礼道歉。小贱人，这样你还愿不愿意签字啊？欺负人呢！张小兵，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给你送花呀，看不出来吗？荒唐！我懒得和你们纠缠。哎，站住站住！我说了让你走了吗？急着跟你爸妈上坟啊！张小兵，我警告你，你要敢对橙汁动粗，我可以告你蓄意伤害他人。大律师，你可看清楚了，我连橙汁的头发丝儿都没碰到。等我真碰了橙汁，你再来告我也不迟。张小兵，你给我老实点！我老实啊，我老实的很，我都老实的来给橙汁送花赔礼道歉了，还不够？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觉得我在医院门口送花不够诚恳。这样，我让人一路抬着他们和你回家，怎么样？你敢？我怎么不敢？橙汁，我告诉你，你一天不在拆迁合同上签字，我就一天抬着这些花筐跟在你边上，寸步不离。你这个流氓！让你不签字，现在知道怕了吧？老张还是你儿子强，知道用这招给大家伙争取福利。大家伙都是小兵的长辈，这都他该做的。我们家小兵可不像某人一样自私恶毒，为了点私仇就报复老邻居，人品低劣。小芝，别怕，我这就联系在警局上班的朋友，让他过来处理张小兵。不用，你们这群愚昧恶毒的蠢货，既然一心找死，我不成全你们岂不是太可惜了？小芝，你是想……没错，这个拆迁合同我签了。果然还是咱们小兵有本事啊！那是，小兵虽然不像橙汁读了大学，但他可比橙汁能干多了。橙汁愿意签字，那咱们岂不是马上就能去找海丰集团，让他给大家分分拆迁费？我可以签署拆迁合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什么条件？橙汁，我警告你，你要敢耍什么花招，别怪我们不留情面。我们之间还有情面吗？我要和海丰集团董事长见面，只有见了海丰集团董事长，我才会签拆迁合同。橙汁，你也太不要脸了吧！竟然会提这种无理的要求！海丰集团那可是市值上亿的大公司，董事长是你这种小丫头说见就见的吗？橙汁，你为了不签合同，就在这里胡搅蛮缠，像什么话？随你们怎么说，总之见不到海星集团董事长，这个合同我就不会签。你们自己选择吧。刘婶儿，橙汁这死丫头铁了心要见什么董事长，这事儿还得你来想想办法。是啊，刘婶儿，大山不是海丰集团的高管吗？你让大山出面给解决了呗。刘婶儿，你可是大家伙的主心骨，咱们能不能过上好日，就看你了。对。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你们等着，我这就给大山打电话。什么时候联系好了海丰集团董事长，我什么时候来嘉禾小区签字，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死丫头，以为这样就能拖延时间了？我这就给大山打电话。喂，儿子，橙汁那死丫头说要见你们公司董事长，要不然她就不签字。这事儿你可得赶紧处理好哈。什么？橙汁要见董事长？
我哪有这个本事安排程之见董事长啊？你别用这种事儿烦我，我还有正事儿忙。刘婶咋样？大山能办这事儿不？这还用问？大山多能干呢！这事儿他要办不成，咱们小区还有事儿能办？没错，我儿子可是海丰集团的高管，这种小事儿他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大山，刚才和你说的事儿记得办，你要办不好，老娘就吊死在你们公司大门口。张董，真不好意思，我母亲最近在协调嘉禾小区的拆迁工作，找我找的比较急。事情交给你，我还是放心的。就是那个程之，怎么还不肯签字啊？大山，我把工作交给你，你就是这样敷衍我的？张董，您误会，不是我态度敷衍，是程之他实在太胡搅蛮缠了。就刚刚他还说要和您见一面才肯签字。老子每天谈的可都是上千万的合同，一个小丫头有什么资格见我？是，我知道，我怎么会让他来打扰您呢？大哥，怎么了？咱们施工队都找好了，但拆迁工作却一直进行不了，这对集团来说可是天价损失。要我说，您还是和他见一面，早点把程之安抚好，咱们才好拿下呀。你说的对，我是得早点让程之签字，才能继续接下来的工作。卢大山，你赶紧联系程之，让他下午来嘉禾小区见我。是。现在的年轻人哦，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签个合同还要大费周章，到时候不给拆迁费，我看他去哪里哭。哎呀，刘婶，有些人就是天生的穷鬼命，咱们可得离远一点，免得沾上一身霉运，倒霉死了喽。得意什么？装模作样。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这是什么？张董，这是我请律师用海丰集团为主体你的拆迁合同。你这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就是希望能用这份合同和贵公司签署拆迁合同。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妨碍了你们打算用阴阳合同坑骗嘉禾小区？一派胡言！我是不是在胡说？你们心里有数。嘉禾小区的业主为了和海丰集团签约，屡次三番来骚扰我。我想这里面应该少不了海丰集团的受益吧。嘉禾小区要和皮包公司签约，我劝不住，也不想再劝了。张董，你要是不想耽搁拆迁进度，就用我的合同签约，要不然我们大可以继续耗着。你这是在威胁我！施工队拖一天，海丰集团就要损失数十万，我无所谓。哥，程之说的其实没错，他要耗着不肯签字，咱们要搭进去的人工成本、设备成本只会越来越高。看来张董还没考虑好。既然如此，签约的事儿咱们就再谈。等等，行，我答应你。张董，您愿意拆迁嘉禾小区，我们可真是太感谢您了。张董，我一看您面相就知道您是大好人，我们可不像程之，您好心给大家提供大房子，还怀疑您。没错，张董，您是不知道，我们这个破小区真是一天都住不下去了，咱们什么时候能住上大平层啊？张董，我听说新小区可是咱们市最豪华的楼盘，你们海丰集团可真大方，竟然给咱们安排这么好的房子。一群蠢货，马上就要无家可归了，还在这里沾沾自喜。各位，你们愿意和集团签署拆迁合同，集团肯定是要保证各位的生活，这是我们海丰集团需要承担的责任。说得好！看，这就是人性，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理智也没了，判断也没了。一群自寻死路的蠢货。程之，你阻碍大家伙搬家，这笔账你给我等着！小贱人，等大家伙搬去新小区，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你们想收拾我，那也得看看到时候能不能住进海丰集团为你们准备的小区。程之，你这话什么意思？他呀，肯定是大家马上就要住大房子，嫉妒的心理扭曲了呗。死丫头，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还在这里得意。到底是谁的好日子过到头，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
恭喜大哥，嘉禾小区住着的那群老头老太太，今天已经搬家了。嘉禾小区是咱们海丰集团的了。只可惜便宜了橙汁，真的给了他一套万豪小区的房子。谁让橙汁还认识律师呢？大哥就当花钱解决麻烦事儿了。没错，让施工队立马动工。嘉禾小区位于市中心，这可是好地段。我要把这里打造成南城最繁华的高级商城。娘嘞，海丰集团出手可真大方，给咱们分的房子可真豪华。家人们快看，这可是南城最高度的小区，以后我就是这里的业主了。以后大家想来见世面，记得提前联系我。爸，等你死了，这套房子记得给我，别给大姐。她一个嫁出去的女人，可不能分你财产。干什么干什么？不准动！这是我家，你们几个破保安，给我滚远点！安保处没有你们的信息登记，你们根本就不是万豪小区的业主，赶紧给我滚！再闹事儿我就报警了！你说什么？你个臭保安，胡说什么？这个小区可是海丰集团给我的拆迁赔偿，你们在这里当一辈子保安，也买不起这里的一个厕所，敢在这里瞎说，我看你们是不想在这里混了吧？妈的，敢打老子！看这群老头老太太不折腾死你！小伙子，热心站岗是好事，但你拦着业主不让进小区，算怎么回事？赶紧让开！大爷，我说了，保安处没有你们的信息，你们无权进入小区。你们要不走，我就报警了。私闯民宅可是要去派出所的，岂有此理！报官就报官，我倒要看看我们这群老头老太太被保安拦着不让回家，警察来了抓谁？刘婶儿，怎么又是你们啊？说吧，这回又怎么了？小同志，就是他们把我们拦在家门口不让进，你快处罚他们！同志，这是我们小区的业主信息，根本就没有这群人。你个臭保安，给老娘闭嘴！都给我安静点！刘婶儿，万豪小区的业主信息我都核对过了，你们的确不是万豪小区的住户。说什么？你胡说什么？我们都和海丰集团董事长签过合同的，这些房子就是海丰集团赔给我们的。是啊，同志，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万豪小区明明就是我们的拆迁赔偿，我们怎么可能不是小区业主？警察同志，你们肯定是弄错了。拉拉扯扯像什么话？都给我老实点！我们已经核实过了，你们的确不是万豪小区的业主。要是再闹事儿，我们就不客气了。扯犊子！我们一群老头老太太，你们难不成还能把我们抓走？我告诉你们，这房子是我的，你们要不让进，老太婆我就不走了。老太太，你先起来，有话好好说。干什么？警察想打人！哟，大家快来看啊！警察打人了！我可把视频录下来了。你们要敢动老太太一根头发，我就让你们丢工作！你们简直就是一群无赖！哼，和我斗！橙汁，你给我站住！大家不要吵了！就是，我知道了，我们大家伙进不去小区，肯定是你搞的鬼。橙汁，我警告你，你快让大家进去，要不然你就别想在新小区好过。刘婶，你是又想故技重施，让我在这里住不下去吗？你知道害怕就好。橙汁，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方法，让保安不准我们进小区。你现在赶快给我把这事儿解决掉！大家伙都在。橙汁，你就想在背后耍什么花招？我耍花招？你们这群蠢货，到现在还认为自己真能获得海丰集团的赔偿吗？橙汁，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海丰集团根本就没打算把万豪小区赔给你们。不可能！当初小芝提醒过你，海丰集团和大家签署的是阴阳合同，你们不信，嘲笑小芝头发长见识短。既然如此，你们就承受愚昧无知的代价吧。不可能，这不可能！你这个恶棍律师和橙汁联合害得大家伙无家可归，现在还想撒谎坑骗大家！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去找律师告你们，我们一定会把你们告得倾家荡产的。没错，这群人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小芝，你别担心，有我在，不管他们想做什么，我都不会让他们再伤害到你了。
红英，你介绍的这个律师管用吗？那当然，我可是专门打听了，这个刘律师专门对付程之这种爱偷奸耍滑的小姑娘，咱们请他打官司，保准能让程之那个死丫头去坐牢。好，本之那个小贱人坐牢了，我看他还怎么妨碍我们住进万豪小区。各位大叔大娘，坐。各位的事儿我已经听许姨说过了。要我说，那个程之简直可恶，竟然欺负老人，就是太欺负人了。刘律师，你可得送程之去吃牢饭啊！我可不想以后和他住在一个小区，晦气。没问题，就是什么？这事儿不好办？就是这个费用，毕竟考虑到大家想让程之坐牢，我这边得取证，还得找关系，得不少钱啊。要多少钱？10万。什么？10万？这么贵？我这都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费用高才能更快的让程之去坐牢啊。可你这律师费都快把我棺材本掏出来了。各位老人家，你们要不愿意，我也不勉强。这案子我看就算了吧。行，为了送程之坐牢，这钱我掏了。对，不能让程之好过。行。刘聪，你给我滚出来！距离大家伙把钱给你，这都过去3天了，你怎么连个消息都不回？刘聪，我是你许姨啊，你赶紧开门！说好的10万块，1人5万，这个该死的刘聪不会卷钱跑了吧？喊什么喊？叫魂儿啊！这人3天前就连夜搬走了，你们赶紧滚！再在这里扰民，我就报警了。什么？搬走了？一群神经病！狗日的黑心律师，把我养老钱骗了就跑了！你给我站住！这个律师是你介绍的，说你是不是和他合起伙来骗大家伙的养老钱？我没。许红英，老娘问你，你和这个狗娘养的黑心律师是不是一伙的？我说，别打我了！这让咱们在万豪小区的房子是真的要不回来了。你说啥？什么叫做我们在万豪小区的房子要不回来了？我只是想多弄点钱，好买一套2手房住。许红英，你骗钱就算了，现在还在这里瞎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别打了，先听他把话说完。我没胡说，程之说的都是真的。海丰集团用阴阳合同骗咱们拆迁，我们现在是真的无家可归了。什么？让张海峰这个丧良心的王八蛋出来，我要见他！你们海丰集团不要脸骗老人钱，就别像龟孙子一样躲在里面不敢出来！我警告你们，这里是海丰集团，你们要敢闹事，集团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干什么？想倚老卖老，我警告你，我可不会惯着你们，再闹下去，别怪我收拾你！臭保安，生气什么？我儿子可是你们公司高管，等我让他出来，看你们还敢不敢拦我！咋样？大山接电话了吗？刘婶，你可得让他赶紧出来接我们啊，大家才好去找海丰集团说理。我这也是想让海丰集团把房子赔给咱们，才找的律师。你少在这里放屁！你骗得大家伙的养老钱还没找你算账呢。等房子要回来了，你给我老老实实还钱，要不然我弄死你！好。怎么回事？大山还不接电话？大山肯定是在忙，大家别急。小伙子，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我儿子不？他叫卢大山，是你们公司的高管。卢大山？他昨天就离职了，听说办了什么事儿，连夜跑出国了。什么？跑出国了？刘芳琴，大山不会早就知道海丰集团在骗人，眼看着大家伙被骗得无家可归，怕担事儿，直接跑路了吧？
我不知道。有啊，你个死老太婆！说你儿子骗了大家伙多少钱？你给我把钱吐出来！我骗钱？我呸！你和那个黑心律师伙来骗大家养老费的事儿，我还没和你算账呢，你还有脸说我骗钱？闹什么闹？房子都还没要回来，在这里拉拉扯扯干什么？平白让人看笑话。我就不信了，张海峰这个丧良心的狗东西，还能一辈子不出大楼？大家快看，张海峰要坐车跑了！敢跑？有本事就从老娘身上撵过去！张海峰，你个黑心肠的王八蛋，你给我滚下来！刘婶可是咱们楼出了名的胡搅蛮缠，张海峰肯定拿他没办法。他们的房子有戏。停下来干什么？我还等着和建设局的人吃饭。张总，外头有老太太闹事，不用管她。是。六婶，你咋样了啊？救命啊！老太婆，我腿断了！海丰集团简直欺人太甚！我，张叔，快叫救护车！我们的房子真的要不回来了吗？红英，你说咱们找橙汁真的管用吗？他真的能帮咱们把房子要回来吗？事到如今，只能问一问橙汁有没有办法了。小程，姨总算见到你了。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小程，大家伙来找你是想问问你和这位大律师能不能帮大家把房子要回来呀？我提醒了大家那么多次，你们都不放在心上，现在终于相信自己被骗了。小程，大家伙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别说这些话，寒大家心了。我寒大家的心，你们逼我离开家和小区，羞辱我的时候，就没考虑过那些会不会伤我的心吗？小程，姨求你了。小程，刘婶被车撞了，医生说她右腿断了，这辈子都得拄拐杖。还有你张爷爷，他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啊！你张爷爷被气得犯了心脏病，这会儿还在医院里头急救。小程，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大家伙无家可归吗？恶有恶报，这都是你们作恶的代价。完了，一切都完了。我都要开发家和小区了，你现在和我说，家和小区只有安装了被橙汁挖走的那批管道，才能通水电燃气？大哥，家和小区那一片是老城区，这谁能知道适配那里的管道已经停产了？现在只有橙汁手上有适配家和小区的管道。去给我谈，不管花多少钱，都得把那批管道买下来。要是我这个上亿的项目打了水漂，你就给我滚出海丰集团！张总，你会约我见面，想必已经知道家和小区没有管道通水电燃气的事了吧？程小姐，您还真是料事如神。张总，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吧，1000万，海丰集团如果愿意花1000万购买我手中的管道，我明天就安排人去家和小区铺设管道。什么？1000万？没错。海丰集团如果不愿意，这事我们也没必要再谈下去了。我可以耽搁，就是不知道海丰集团上亿的工程能耽搁几天。程小姐，您等等。买，您手中的管道无论多少钱，海丰集团都买。既然海丰集团这么爽快，那我们就合作愉快。
同志，我要报案，我要举报海丰集团涉嫌用境外公司万丰集团坑骗嘉禾小区业主。这是我们查到的海丰集团和万丰集团的现金交易。这位女士，你这是从哪儿得来的证据？你好，我是程芝女士的律师。我的当事人昨天和海丰集团签署了一份价值1000万的管道收购合同。海丰集团在收购我当事人的管道当天，就和万丰集团产生了现金交易。太好了，我们局的经侦队正在调查海丰集团，奈何一直没有找到他们勾结境外资本的证据。程小姐，您送来的证据简直太及时了。我们已经拿到海丰集团勾结境外资本的证据了，快，立马冻结海丰集团的账户！海丰集团的资金都放在了开发嘉禾小区上面，想要买管道，只能动用万丰集团的现金。李姨，要不是你出的这个主意，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找到海丰集团勾结境外资本的证据。还不是因为你手上有那一批能让嘉禾小区重新通水、通电、通燃气的管道，我才能想到这个办法。海丰集团坑害了这么多老人，这次终于能够将他们绳之以法了。海丰集团用阴阳合同骗走了嘉禾小区，我用1000万送他们吃牢饭，非常公平。而且我还能用这1000万把嘉禾小区买下来，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插播一条紧急通知：我市地产商张某某因涉嫌勾结境外资本，被公安紧急抓捕。什么？海丰集团出事了？那我们小区怎么办？这是我购买嘉禾小区的产权文件，从现在开始，嘉禾小区是我的了。什么？王经理，你被解雇了。从今以后，嘉禾小区的物业由甜甜负责。程芝姐，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管理物业，再也不会出现王经理在时业主胡乱举报的恶性事件了。好，甜甜，以后我们一起努力，争取让嘉禾小区的业主们全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王经理，我求你，能不能帮帮大家伙，把房子从海丰集团手里要回来呀？王经理，求求你了！老婆子我断了一条腿，儿子也跑出国了，现在只能捡垃圾、睡桥洞。王经理，我求求你了，帮帮大家伙吧！滚！老子当初要不是信了你的鬼话，得罪了程芝，现在怎么会被他赶出来？被他赶出来？王经理，你这话什么意思？王经理，什么叫做你被程芝赶了出来？那丫头又做什么？做什么？张海峰已经坐牢了，现在的嘉禾小区是程芝的。什么？嘉禾小区变成程芝的了？那我们之前把程芝得罪的那么狠，岂不是这辈子都没有回去的希望了？你们这群害人精！老子就是被你们连累的，到现在连工作都没了。害人精，短命鬼，活该无家可归。程芝姐，小区现在真好看。程芝，你们还敢回来？程芝，之前的事儿大家伙都知道错了，你是个好姑娘，能不能发发善心，让大家伙住回来啊？刘婶以及你们做的每一桩恶事，我都记在心里。迟来的道歉，我不需要。善恶有轮回，如今你们无家可归，就是你们作恶的代价。
爸妈，我又回来了。没指望了，房子要不回来了，咱们都要流落街头了。没指望个屁！我就不信程之那丫头能横一辈子。咱们必须住回去，嘉禾小区本来就是咱们的。要我说，就是程之和海丰集团勾结在了一起，把房子从咱们手上骗走了。可程之现在是小区主人，咱们连大门都进不去，咋住回去啊？总不能一直这么耗着吧？怕什么？不就是一个小丫头骗子，还有个破律师撑腰吗？看我怎么收拾她！你们等着，我找几个兄弟去嘉禾小区闹一场，堵着小区大门折腾，我就不信他不怕事儿，敢不让咱们回去住。对，小兵说的对，程之就是狼心狗肺，他爸妈死得早，要不是咱们这些老邻居照顾他，这死丫头能长这么大，咱们当初待她不薄，她现在翻脸不认人，就该给她点教训。就是他霸咱们的房子，还这么绝情，根本不念邻里情分。小兵，你尽管去，咱们都支持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不出3天，我保证让程之乖乖求着咱们住回去，看他还敢不敢嚣张。真能成？小兵，你可千万别乱来啊！爸，你就安心养病，别的不用管，看我怎么收拾程之那个贱人，给咱们出气。好，小兵，咱们这些老家伙的未来可就得靠你了。干什么干什么？没我的同意，谁敢出去？程之，你给我下来，别躲在车里！今天你必须答应，让我们这些老邻居回嘉禾小区，要不然我天天来闹，砸你的车，堵谁都别想好过。张小兵，你们别太过分了，这是公共小区，你们凭什么堵门闹事？赶紧离开！滚一边去，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再啰嗦，连你一起收拾！张小兵，你恶意堵门，损毁他人财物，已经触犯了法律，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张小兵，小区有完整监控，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全部被记录下来了。触犯法律？我怕你不成？今天我就砸了你的车，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有本事你就让警察抓我！太过分了，自己作恶在先，还来闹事！住手！你涉嫌寻衅滋事，故意损毁财物，跟我们走一趟。凭什么抓我？是程之霸占我们的房子，我要讨公道！放开我！程经理，辛苦你们了，这群人太不像话了。这群人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小芝，这次我一定要让张小兵受到法律的制裁，让他们再也不敢来嘉禾小区闹事。程之，算你识相，知道来求我们，赶紧说，是不是打算让我们住回去了？现在知道得罪我们不好过了吧？哼，早这么听话，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赶紧把房子还给我们，这事儿就翻篇了。程之，你别以为这点小事就能难住我们。我警告你，赶紧让我们住回去，要不然有的你受的。对，而且你不光要接我们住回嘉禾小区，还得把房子给我们翻新一遍，加剧我们这段时间的损失费。没错，小芝，我们本来就是小区业主，你霸占房子这么久，补偿我们是应该。霸占房子，当初阴阳合同骗拆迁款，堵我家门逼我离开，作恶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张小汤聚众闹事，恶意砸车。车辆损毁金额已达刑事立案标准，法院已下达传票，他即将面临牢狱之灾。张老头，你不光回不去嘉禾小区，还得送唯一的儿子坐牢。坐牢？小兵要坐牢？不可能！小芝，你怎么能送小兵去坐牢？你们可是一张长大的呀！张爷爷，你别怪我把事情做得这么绝，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
小芝，我给你磕头了，求你撤销起诉，放过小兵，我们再也不敢闹了，再也不要房子了，求你了，求你了。法律面前没有人情可讲，他做错事儿就要承担后果，这是他应得的惩罚。小芝，张爷爷求你了，小兵是我唯一的儿子，他坐牢了，我也活不成了，你就放过他吧，我给你做牛做牛马都行。做牛做马，当初你们逼我搬离家和小区，羞辱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我留一条活路？我最后警告你们一次，从今往后不准再踏入家和小区，不准再闹事骚扰任何人，更不准找我麻烦。若是再敢有一次，我会立刻起诉，让你们和张小兵一样去监狱里反省，为自己的恶行买单，绝不留情。不敢了，我们再也不敢了。小芝，我们再也不闹事了，再也不去家和小区了。善恶终有报，你们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全完了，小兵要坐牢，我们也无家可归，是报应。你们这些人欺软怕硬，自私自利，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是你们活该。小兵，我的儿，是爸对不起你呀。这难道真是我们的报应吗？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团圆，就我们在桥洞下受冻。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欺负小城的报应吗？小城，许姨错了。小程，多亏了你，咱们小区才能这么好。新年快乐啊！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团圆，快趁热吃饺子，暖暖身子。好嘞。小芝，新年快乐！以后每年陪你一起守着这个家。来，靠近一点，开全家福啦！新年快乐！要是当初我没有举报小程，现在也能里面过年吃热饺子。